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ne， 欢迎你回到 Soft Day， 让我们一起开心打造。那母亲节就要到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就要以爱为主题，做一个爱心的造型肥皂，来表达对妈妈的爱。那为了做这个主题呢，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，看有什么造型可以做。那我就发现了一个视频它叫做反向渐层皂，它非常可爱哦，中间有一个爱心，那给大家看看，就是这样的。它就是中间就是爱心，反向渐层皂。那它中间这个爱心的颜色和外面那层颜色呢，就是反过来的。它是渐层嘛，可是它中间和外面是反过来的，所以就叫做反向渐层皂。那这个造型呢，我也从来没有做过，今天也是第一次尝试。那我在制作这款皂的时候有踩到雷哦，而且我是制作到很后面，就是后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一个雷。所以在影片的后面部分呢，我也会和大家分享，让大家可以避雷，就不会犯和我相同的错误。所以记得要看到最后哦，重点在后面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始做今天的肥皂吧 ，Let's go！ 先把要使用的颜色加点油，搅拌均匀，方便带回使用。现在来溶解，记得在整个打造过程中都要做好防护，戴上护目镜和手套。静置5分钟，碱液完全清澈后，放入冰水里降温，或是让它自然降温也可以。把碱液倒入油里，用打蛋器搅拌均匀后，再使用电动搅拌器开始打造。我会把完整的配方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里，你们待会可以去看。把皂液打至有点乳化，就加入精油，然后继续打。那我们今天是要做渐层皂，所以我们不能把皂液打得太浓稠，把皂液打至 light trace， 看起来有细细的发丝线就可以了。把皂液平均分开2杯，每一杯各300克，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做调色。用一个东西把模具垫高，让它倾斜，抹一点皂液在模具的边边，这样待会倒入皂液的时候会比较顺畅。把粉色皂液倒出100克，然后倒入模里，这是第一层。然后从第2层开始，我们把50克的蓝色皂液倒入粉色皂液里，搅拌均匀后再倒出100克，然后入模。接下来的做法都是一样的，皂液的分量也是完全一样。和之前一样，把50克蓝色皂液倒入粉色皂液里，搅拌均匀，分出100克，然后入模。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倒数第2层，颜色已经偏向蓝色了。这是最后1层皂液了，而这一层是纯蓝色，完全没有混合粉色。整个过程我一共倒入了6次。如果你们按照我的配方和皂液分配使用量来做，分量一定是刚好全部用完的。放入保温箱24小时后切皂。因为我们还要把中间的爱心切出来，所以第2天就切皂。这时的肥皂会比较软，会比较好切。把肥皂切开一半。那平时我们切皂都是顺着切，切出来就会像彩虹一样，是弯弯的。其实这样也蛮好看的。可是今天我们要把它90度转过来，切另外一面。这样切出来的肥皂颜色看起来是横的。然后我们用饼干压模去把中间的爱心切出来。这里是重点之一，你们要注意哦。我现在要切第1个爱心，粉色是在上面，蓝色是在下面。
然后我们来切第二个爱心，而这一次呢是蓝色在上面，粉色在下面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把2个爱心反过来放。就这样，中间的颜色和外面的颜色就反过来啦。接下来我们要把中间的缝隙粘合起来，倒出一点纯水，把适量的水挤入缝隙中。这时手要用一点力，把肥皂往中间挤压，让它们粘起来。手指也可以去抹一抹缝隙的地方，帮助它们粘合起来。这样肥皂的缝隙就会慢慢的粘在一起。可以加点水再做一次。完成后就放着晾干，第2天再来修皂。修皂前喷一些酒精，这样会比较好推。那如果你没有酒精，或是你不想喷酒精也是可以的，并不是一定要用。我一共有2个修皂的方法要和你们分享，我们先来做第一个方法。那在修皂的时候，我会建议大家从4个不同的角度去修，这样缝隙的地方会填补得更完整。像这个爱心的下面还有一个明显的缝隙，那我们修的时候就要从上往下推。当我们从上往下推的时候，肥皂就会去填补这个缝隙。那第2个方法更加的简单哦，就是直接用切皂器薄薄的切掉一片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使用这个方法，简单直接快速。可是被切掉的肥皂有可能会比使用修皂器来得多一些。切出来的小薄片也很可爱哦。那现在重点来了，我要和大家分享我踩雷的部分，那就是这一个。那这一个呢是一个塑料的饼干压模。那我为什么说它是个雷区呢？我给大家看一看我的肥皂啊，这里呢是我肥皂的正面哦，它正面这里呢是一个很完美的爱心形状。那我现在给大家看看它的背面。我整个心都瘦了，问题是它瘦错地方了。那问题呢，其实就出现在这一个塑料的饼干压模啊。我给大家近距离看看，它这个塑料其实有点软，看到吗？我其实这样子挤压它就变形了。其实我现在并没有很用力啊，可是它就已经变形了。看，变瘦了，变瘦了，这样就变瘦了。所以当我用这个饼干压模去压的时候啊，它前面的部分就还好。可是当我压到后面的时候呢，因为肥皂是比较硬嘛，所以就把它压到变形了。所以就前面是很完美的，可是后面呢就变形了。而且这个塑料膜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其实它前面这里哦，它前面这里是蛮厚的，只有这一边我们是用这边切嘛。这边切的部分是蛮薄的，可是前面这里却是很厚，所以呢，我压出来的这个爱心啊，它的缝隙也很大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这个塑料的饼干压模就是最大的雷区，它切出来的这个爱心呢，缝隙很大，而且呢还会变形。所以这个饼干压模呢，我会建议大家要购买不锈钢的，因为不锈钢呢，它材质比较硬，它就不会被压到变形。而且不锈钢的它这个刀片就是它会比较薄，所以呢，它切出来的缝隙不会这么大，做出来的成品就会比较细腻。那今天这个造型呢，其实弄起来还蛮多工的，也就是它的程序蛮多的。可是呢，我们在制作过程中要享受的就是它的创作过程，还有完成后带来的满足感。所以呢，也建议大家尝试看看。
也欢迎你把成品发到我们的社团里和大家分享，我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创作。那我会把加入的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，你们待会可以来加入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分享，记得要给我点个赞，还有顺便订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